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平安母亲的故事，那有一段状控鸣掐，就是跟那时候跟女生搭讪的方法，那这个有没有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做？那当然是不可能啦，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我都已经从小就听到大了。不过，因为当时的台湾，因为其实要养当时的台湾，后门家很少，就是说他们那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摩托车，所以等的路上就是说不是除了汽车，就是偶尔有一些，就是如果走路嘛，那你要比较方便是骑后门家嘛，那也不是像现在 U 拜等的路上都有，也没有，所以几乎有后门家也很少，所以那时候后门你在路上骑后门家去撞别人，就是当然也不是真的很撞到别人，就是一微丢就是做的样子，就好像要撞到他了。那如果所以主要是要很靠近的急刹，对，急刹或者怎么让那个女孩子吓到，或者注意到你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也想请问技术问题，是要在他后面急刹，还是骑到他前面急刹？他就骑到他旁边再急刹，让他还有感觉。你看他后面他就会在我旁边这样子很惊恐的样子。对他，那有的就会跌倒，因为以前的女孩子都很瘦弱，就吓到就会好像惊慌失措之类，很碰瓷的感觉。然后其实是要虏获芳心。对，类似这样子，就是因为以前男女分别就是那种性别分别很大，就是说男生跟女生那个距离是很大的，所以很难说像我们这样子来坐在一起，那不可能的，一定都离很远。你所谓的离很远，是他们去的社交场所是不一样。对，是不一样，就是说，类似说，你像我们吃板豆啊，也都是女生会多一多嘛，男生多一多，不太可能说男女混搭，或者是什么，除非都是夫妻啦，否则你几乎很少都会不会有交集。不太会有交集，因为你有交集就会有闲话。那以前的女生又很怕人家讲闲话，所以男女的差异性就会比较多。所以那时候他们会去这样子去认识女孩子是很容易的，因为女孩子都很单纯啊。以前的风气，女孩子都很单纯，只要有人对你比较示好一点，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就是会有那种感觉。所以他们那时候认识别人是很容易。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用摩托车去撞别人，那还得了？叫警察哦！马上叫警察。所以这个手法就是属于一个远古的一个小撇步啦。那这是你妈妈发明的吗？对，但是每个人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交友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每天就在一班就按在那里就等他喜欢的对象，那有的人就会就是在那个什么女孩子的工作场合门口啊，或者怎么样。那我妈妈认识别人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方式。那她得先要有那个控名卡，就借啊。她是用借的，她还不是自己买的。因为那时候她是去北港，就是去一个女朋友家吃拜拜，因为以前很流行吃拜拜嘛，就是说哪边都会热闹，什么几月几号，哪个人民恩日啊，他们就会去吃拜拜啊。那时候他是跟他的好朋友去北港吃拜拜，那吃拜拜，因为拜拜都吃晚上嘛，那你下午又没事做啊，他们就借了2部脚踏车啊，就想过去路上晃啊，他就刚好有看到女孩子，就故意去撞，他们就说，那个女孩子长得不错，我们去认识他们一下，所以就是这样子靠这个。不是说我们去改一笼子嘞，就去搭讪一下。那以前的搭讪方式就很多，你不可能说跑到女孩子面前说，我要认识你，那女孩子早就跑掉了。所以她要有一个可以搭讪的理由，那用碰人家去笼就是一个搭讪的理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就是以他们那时候，以当时我妈妈的方式来讲是非常好的。对。那不知道那时候男同志怎么搭讪？那时候男同志我不知道。男同志那个时候怎么搭讪啊？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好像有一个先天上的差异，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应该说这个社会对女生的束缚比较多，那男生就比较容易直接，所以我知道的一些 gay 是会比较直接，对啊。所以像我比较知道近代的啦，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汉室
是三温暖嘛，所以借由三温暖是一个其中男同志常会去的定点，去认识彼此这样子。对，滨公园啊。台湾现在已经迈入老年的社会啦，那同志老年看护问题应该也经常在同志的社群中被讨论。热线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讲好了，就是老年同志他面临的这个到老了之后这种长照的议题，其实是比非同志的老年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同志的身份，就他同时又是老人又是同志。那差异可能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传统上很多的照顾责任会摆在家庭，对，那结婚的这个婚姻家庭或他们这个婚生的子女身上，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照顾的责任。可是如果老年同志他没有伴侣，或是他也没有现在同时可以结婚了，他也没有小孩，或是他没有进入这个所谓的同志婚姻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单身的机会是很高的。那也有一些人，他可能跟原生家庭，也许久了是会比较疏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同志身份，可能就被排挤都有可能。那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也谈了很多年。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在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式或是方法出现之前，我觉得在逐渐变老的同志身上，我们一直在做一件社群教育的事情。就是让大家努力的去谈老，去谈老化，就是老会遇到什么问题，那老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需求，老可能是什么样的想象。当你有准备跟你没准备，其实差异就会很大。对，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依赖一个很有制度的方式去保障我们老年可能会怎么样的时候，可是至少我们先去想象或理解。老了会发生什么议题？对，那这个是我们在社群里面已经很长久在谈所有跟老有关的议题，包括死亡，包括生病，包括安宁，甚至包括各式各样的老写遗嘱啊，怎么立遗嘱，这些事情我们谈了很久了。那另外，老会遇到什么？同志如果老的话，最容易遇到就是长照机构嘛。还有第一线的照护人员或者是医院，所以我们在长照机构的一些培训或照护人员的培训，我们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介入去上课，让他们对多元性别、对同志有更深的认识，然后他们比较熟悉了，他们其实对有机会照顾到老年同志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陌生，可能也不会这么多既有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成见的存在。那医护人员的训练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他们上课。对，那这个是我们从周遭的友善环境去建立，我们就把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先去改变那个环境。因为我也是目前算是以同志群来讲，也是略老啦。那我身边的朋友就很喜欢讲那个大家住在一起这件事，但是也是我有听到你们的 podcast 呢有讨论过这样的议题，是有讲说，其实这是一个理想，因为你怎么可以确认你身边跟你住在一起的朋友愿意帮你把屎把尿，让你人生走到最后就是尿失禁的状态？同平安有没有身边的朋友也有讲过老了要怎么办？我朋友因为在我的朋友里面老的比较少嘛，因为都比较年轻一点。不过他们当然也有人也有做照顾，就是做那种照顾的啦。他们之前有朋友说啊，以后你老了我来帮你这样子，以至于会有人提出来。那当然也有人希望说，以后老了就大家都来彼此照顾之类的。都会有，就是二样都有。在我的感觉里面，我觉得说，第一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啊，就是说你照顾好，不要太拖累别人。那就是多认识一些，就类似医生啊、护理师啊之类的。那甚至说长照人员或者是一些安养机构，甚至于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帮助你这样。那因为我们不能有我们以后老了会有
会有伴侣啊，或者会有朋友跟我们一起住。那我的期望是说，等到我真的没办法出门的时候，至少有一些朋友就是1个礼拜啊，或者每天就可以打通电话看说死了没有之类的，就不要说有的，因为很怕老人就是只在家里1、2个月的已经有味道，人家才发现，那就不太好。应该也不用，你就每天传赖贴图就好了。有一天没传就赶快过去了。对，就是说要有，所以你要认识朋友啊。最重要是说不能自己躲在家里面。可是会不会比较想要？因为像我就蛮有倾向想要我身边的好友，不管是异性恋或者同性恋，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说生活价值比较相像的一些好友，我们就会很关注彼此要住到哪里。像我有个朋友，他近期跑来内湖住。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住新店嘛，我就觉得我新店的好朋友少一位。然后我另外一个新店朋友也会蛮担心我有一天跑到 maybe 基隆住，因为我老婆她是娘家，因为老婆住基隆这样。然后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去基隆看房子？就好像我们就隐隐约约的在寻找，也许以后老年生活的陪伴者。你们也有这样子的思维或想法吗？住得近是不错的那个，对，就是。因为你前面讲到那个，就是要不要住在一起？我觉得住在一起有太多要克服的难题。对，大家有各式各样的习惯、构想嘛。比如说，也有人是那种一起盖房子，这个是比较有钱的人可以做的事情，或者说一起买在同一栋大楼，这种我知道也有，也真的有朋友有落实到。对，可是住近一点，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嘛。那当然，更前面是你要有自己的社群，就是你有一群好朋友。本来从年轻到老都是互相了解、互相会关心的。那你不管是住得远或住得近，至少彼此是会关注对方，然后会在意对方现在过得好不好啊，是不是生病，然后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对，所以那个有一群很要好的朋友，有自己的一群社群，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也是常常会在提，就是真的不要就是自己好像你都没有什么朋友，那你到老你真的只期望有人会去关心你吗？这个很困难嘛。对啊，所以这个交朋友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年轻就要开始。我觉得都会在于每个人的状态啦，因为每个人生活状态，可能我们不是他为什么不出柜，都有他的考量，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出柜。那当然原则上，每个人立场不同。那我以我自己来讲，我出柜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比较自由啦。那就是我不用去隐藏我某方面不为人知的事情之类的。那如果你不出柜，你相对有时候你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谈到某一块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什么方式去隐藏那一块，或者是要用什么方式去说那一块，你就会有一些花更多的精神去处理那一块。那出柜之后，我就不用担心说，那一块别人知道或怎么样，我就比较能，至少在我心里面是比较自由。那至于说别人他到老了不想出柜，那也是他们自由，因为他们或许觉得他们已经安全一辈子了，他们想继续安全下去都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出柜在于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我们不能说我们鼓励别人出柜，就你就一定要出柜。出柜或许对一些人来讲就是困难。所以也不用考虑到说年纪大了，好像是要把这件事完成，而硬逼自己去做这样子一个动作。对，我觉得说，他如果真的不想出柜，可能有他自己的考量。那因为我们不是他，我没有办法替他生活，所以原则上就是自由啦。我觉得只要他觉得他内心也很自由，也很喜乐就好了。可能会对年轻的朋友说，你可以不用现在出柜，可是你要有一点准备。你即使花10年准备，我觉得都比你自以为永远可以不出柜要好。你觉得还是要想一些？对，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即使你用很慢很慢的速度，或者是你现在也不知道你们可能出柜，但是你有那个想出柜的准备，我觉得你就会开始去预备很多的事情。包括说你去演练
如果人家问一些你本来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借着你自己的心理的演练，然后去找到一个让你比较舒服，然后也可以挡去对方压力的一些说法。对，因为呢，越晚出柜绝对是越困难。对，那你与其那样子，你不如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始准备。好，就算你很慢，你准备20年，我觉得都不错。对，可是你如果真的抱持着我永远都不要出柜，那我觉得可能有一天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还要这么辛苦？对啊，就是很担心他们到晚年的时候会有一种，就像你刚前面有讲，好像有一件事情我是没有实现的那种，在最后安宁的时候，我没办法做的时候，很怕有这样子的遗憾。都有啊，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压力或者是处境，其实外人一定很难理解，因为家庭的状况，或是父母的相处方式，或者说有的人家族就是很庞大。可是即使是那样子，那是代表你很困难，不代表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舒服的方式。而且出柜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层次之分的，并不是说你决定出柜，你就要昭告全天下的人，而是说你可能在某一些不同的场域，你会对自己有不同程度的开放。对，但是你不要就觉得我所有的人全部都不要讲，那你真的会活得很辛苦，很孤单。对啊，也不太容易交到真的好朋友。因为不出柜就代表你的同志身份永远都是不能说啊。那不能说的意思代表什么？所有跟你同志身份有关的喜怒哀乐，你的开心、你的不开心、你的压力、你的焦虑、你的担心，通通都没有人可以分享。对，快乐不可能让你真的更快乐，然后痛苦难过的事情也会让你更只能自己去承担。对，这个真的是太辛苦。台湾现在同婚通过以后，有感受到社会大众对同志，可以，我觉得算是说比较正常化吧。因为我老婆最近因为癌症的关系啊，常去医院，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人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问说他是你的什么伴侣，或者是他不会立刻猜伴侣，他会猜姐妹，然后我就会说老婆，然后他们可能会一脸狐疑的看我，但不是轻视，就是台北的医疗是不是听错了？对，他会有一种听错。以为听错，或者是他以为我们在玩那个游戏，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说，是结婚的那一种。对，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恍然大悟理解，所以我觉得在医疗的层次上，蛮感谢，就是现在整个同运的一个倡议，让他们理解同志并不是一个疾病，或者是去以一个歧视的方式来看。就是也要给他们练习的机会啊。对，因为刚刚您有讨论说，你们其实会去这样子的医疗机构，长照啊，或者是一些看护的地方，去给他们一些同志的一些教育，是因为他们那个不管是长照机构，他们也都会有那个在职人员的固定的培训。比如说我已经在这个工作很久了，那可能就是我一段期间我就要去修一些什么课，就是2天或1整天的课程。那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在安排课程的人会把同志、认识同志、了解同志这样的课放进去，那就会找我们去谈这些东西。那医院也是啊，医护人员他们每年其实都会有固定的有关于性别的学分、在职训练的学分要修。对，那如果是承办人员他有意思的，就会把跟同志相关的放进那个性别要求的必修的学分的这个演讲里面，那就有机会去接触到更多的医护人员。那目前有受到这样的邀约，是有一些北部比较多，南部还比较少。其实各地方都有各地方都有，全台都有。对啊，其实我觉得跟那个承办人员有关系。那他们越来越知道哦，有人在那里上过，或有人知道上过这些课，他们其实都比较有管道，知道怎么去找到这些讲师。那以你们现在的经验，在教育这些课程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质疑倒是没有，我觉得因为你是在台上的讲师，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算是客气。可是当然也有一些机会是会接受到一些挑战。比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一个长照机构人员的那个在职训练，然后我就是从同婚开始讲嘛，讲到认识多元性别，讲到认识同志，讲到同志的处境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我都会留时间给他们发问。那这些人员因为都很资深了，所以就是稍有年纪，有的可能是大哥大姐这样，有的人就会不客气的讲，你听得出来他是有一点情绪。你们同志要结婚就好了，你们为什么要养小孩？就会开始有，这个是我常会面临的，就是大家比较有情绪的话题，特别是对于长青组，就是到一个年纪以上，那我就会花很多力气跟他们讲，这个同志养小孩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身边没有同志朋友，所以他们想象中的养小孩就不是那么贴近真实的状况。包括说他们对于领养小孩、收养小孩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这个真的不是说你去借东西或你去干嘛，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这个小孩就到你们家，不是那样子的。其实台湾的出养、收养这个是有一套它已经在运作的一个制度化的东西。首先你必须要符合某一些消极的条件，你要先符合。然后接下来这些社工人员会去做家访，看你相关的跟这个小孩或他成长的环境有关的任何的条件、任何的状态，包括你的经济或是你的，然后他再把这些资料交给法官去裁定你有没有资格收养这个小孩。所以那过程是已经有一套制度化的东西在那里。然后再来是养小孩这件事情，我常常会问那些就是比较有年纪的朋友，我说，那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在结婚的之后养小孩或者生小孩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对你们每个人来讲，难道都是准备好才生小孩开始养小孩吗？大家当然就会，有些人不是嘛，因为你就是年纪到了，然后大家叫你就结婚了，然后结婚了就觉得你要生小孩了，可是你在生小孩之前，其实你可能没有做很好的准备。也就是说，养小孩这件事情又花钱又花力气，然后你还要牺牲自己很多的休息时间，跟你原本伴侣或是配偶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那些条件。那你觉得同志在没有压力之下，他为什么要养小孩？可见很多同志的伴侣或是同志要养小孩这件事，对他们来讲是真的是认真思考过的，因为他没有像异性恋结婚的配偶这么大的必然的压力，被要求一定要生养小孩嘛，所以他是主动自己要去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然是想了又想啊，我有没有足够的收入？那我是不是真的爱小孩？我要牺牲好多事情了，半夜要起来为小孩吃奶什么？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知道很多要养小孩的同志，他们是比很多异性恋夫妻要准备更充足。那你觉得一个小孩在一个准备好的这个伴侣或家庭里面被照顾，难道会比这些不小心生了小孩，然后生了小孩就不会暂停呢？就是你生了他就要一直养到他成年呢，难道会比较差吗？然后大家就渐渐的比较能去想象同志养小孩是怎么回事。那第二个很大的误解，或者是他们担心的事情，就是同志养小孩会不会把小孩养成同性恋？其实很多人有这种迷思跟奇怪的想象跟假设。我说同志如果养了小孩就会把小孩养成同性恋，那难道哪一个同性恋不是在异性恋的父母生下来，然后在异性恋家庭长大，然后被异性恋的老师用假设你是异性的方式教养长大，为什么他还最后长成同性恋？好，就是你一层一层的去戳破，或者是让他们进入那个具体。我觉得很多人他开始就会去想象同志养小孩是怎么一回事，就比较不会反对，或比较不会有那么大情绪反应。你们会培训一些同志父母，然后跟他们直接以一个相同的逻辑去沟通，这样。对。因为这些父母，他其实当年也是那个来参加第一次参加座谈会哭哭啼啼的那些父母，可是因为他们来了之后，他们越来越接受或了解这些事情，那他们从自己接纳之后，开始变成是陪伴其他父母的人。那他们从
这样的陪伴，最后他们也变成一个可以接电话的义工。这个是我们走到这几年，所以那些接电话的父母，他们都是走过很长的时间，有的甚至其实参加热线的这个父母的这个陪伴，已经都10几20年都有。对，所以因为一个同志的父母，他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听你热线这些，其实好像很有经验，但是在他们眼中，永远你都是那个小孩的角色。晚辈。对，他就会有一个信任，说你就是没当过父母，你怎么知道父母的担心、跟父母的害怕、跟父母的这个想的事情？可是有一个跟他一样是父母角色的人，去跟他讲这些事情，那个接受度会很不一样。目前热线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好大的问题。ending 总是要大问题。应该说，在热线的眼中，其实会关心同志的各种处境，那也包括同志里面各种有差异的族群。像热线从1998年就是跟一群朋友创立之后，刚开始我们就是电话服务嘛，那接下来就越来越多的议题，是因为在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朋友他的问题不是在他自己，而是在环境。所以，你与其要在电话线上去解决他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努力看看，把周边的环境改变？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组。那到现在很难讲说同志运动有一个单独的目标，而是我们在每一个小组，其实他们都各自长久都在自己的那个议题里面生根。对，那像老同小组关心。老同就是同平安有带的，然后你好像还有其他组别你有去。他参加的组可多了，可以一个人参加很多组这样子。没有限制啊，你自己有办法爱参加。就是你时间够的话，你想参加，就是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开会嘛，就是我们是2个礼拜开会一次。那如果你开会时间不充足的话，其实你参加其他小组，就感觉就是你学分很多的意思。修很多。没有，应该说我是一个好学。他比较他比较晚修，所以他对我要赶进度，修赶进度。我要赶进度。对，你有几个？你有修了几门？我刚进热线就接线嘛，那接线完就参加老同小组，那老同小组完就觉得说，自己接线人艾滋资讯不太够，那就参加艾滋小组。那参加小组之后，大概过一年吧，我们又成立跨性别小组。那我就想说，刚好那时候他们招兵买马。热线真的很特别，因为很少同志组织可以兼顾男同志、女同志，然后跨性别。对。这真的以全世界来讲非常的特别。对，那时候就是因缘际会就参加跨性别的开会，就当一路参加。你是学霸，真的你是学霸哎。没有，我只是好学，我就是。应该讲什么？就是都想学，可是都不精，对不对？谦虚。所以热线在这么样子多的组织分工吗？应该算是分工吧。然后所以就是兼具各个同志需要的议题在做努力。对，就是同志的需求，热线的工作常常是从实际看到的同志的处境跟需求去出现工作项目。对，所以。每一个小组他关心的议题里面，其实他们都会不断的看到新的议题或者新的需要去注意的这个事情可以去推动。所以呢，就是我很难去讲单一的同志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在每个不同的处境的人身上，其实都有他个别的需求跟现在急迫的。比如说艾滋的话，你在讲这个21条的这个恶法，那个感染条例里面21条这个蓄意传染罪，这个也是常艾滋小组会推的。比如说你讲到这个跨性别小组里面有这个换证的议题，这个也都是常常会讨论到的。讲到老同，那当然就是长照的议题，或者是感染者的老年的照护，很多的机构都不收，不是很多，应该是说99%。那怎么办？感染者也会老，那感染者老，如果他失能，他需要进到机构去照顾的时候，很多人都因为他有感染者身份，他进不了机构去照顾，最后很多就会被丢到关爱去。所以关爱之家做了很多这样子
别人不愿意收的那个，就是变成他们承担起来。那这个其实都是包括刚才这个老年的议题，那教育的议题当然就更不用讲了，就这几年遇到的挑战很大嘛，就是要进到校园区的不容易，然后一些性别教育的事情在各个地方会受制一些保守势力或反同势力的这个牵制，对，所以每一个议题，我们觉得都有很多方向在努力，就比较难单纯的只讲一个好像单一的目标要怎么做。志伟有跟我介绍，您要出一本同运三十的书，明天就出。明天要上。我们今天抢先访一下。应该这样说好了，就是这个书也被催促很久。那不是说我参与的所有的事情，或只有我有资格，而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去为很多没办法讲话的人，就是但是我刚好有机会可以写，然后就把它写下来。我参与过的事情，然后我经历过，我看过。我自己参与的时间大概超过25年的时间，然后我还记得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大事记把它写下来。那我觉得读历史这件事情对同志来讲更重要，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生在一些特别的年代，可是没关系，其实你就是活在你生长的那个年代，从你生长的年代开始去为同志做事或参与同志运动。可是，尽管你没参与过前面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读历史，去了解以前的人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以前人遇过什么困难，他们怎么面对，怎么解决，然后他们当时可能资源更有限，然后处境更不容易，可是呢，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他们有一些什么精神，那我觉得就可以让更多年轻的朋友，他们是站在前人的经验上面。对，他就不会是从自己从零开始，那这样子我们的运动其实可以越来越往前。对，那其实我觉得读历史或做下这个记录的历史，其实最重要就是让现在的人有更大的远见，就是历史的事情，就是知道以前，其实是让你更有能力去看未来。对，因为你懂得经验或别人发生过的事情越多，你越有那个判断能力，或越有那个智慧，可以去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读历史宝贵或是重要的地方。那在这样的理由之下，我觉得去完成这样的书是我觉得还蛮难得的一个机会。了解。因为这一本书要趁它还没失智之前才出来。因为我在就是运动圈这几年来看的话，就是说没有一个，就是他原上有些就是做了几年运动就离开了嘛，那特别是少数就是少数可以做这么久还留在这个运动圈里面，而且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强，就是说在很多事件上他都知道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到而且哪一年几月几号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一本书其实在我们都已经在私底下都已经催促他很多年了嘛。那我们都是希望说，因为我们访谈就知道嘛，因为老年人的记忆会丧失，他有时候会跟你聊说，前不久怎么样，他所谓的前不久可能是10几20年前，或者甚至3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趁特别还没失智之前，然后把这本书出来，或者他以后也出来东西，可能我们也不晓得是哪一年了。